那边的苏家主刚将手机递给妻子，家主夫人接过手机一看，说道：“那臭小子已经挂断了电话，那小子居然挂断老子的电话。”苏家主看到还真的被挂断了通话，那气得骂了一句：“随即又叹着气，为了这个臭小子，真是操碎了心呀！以前给他安排那么多相亲对象，他都不喜欢，才知道他是有问题的。好不容易有人能救他了，向来做事干脆利落的他，反而婆婆妈妈拖拖拉拉的。表白、求婚、结婚、生娃有多难吗？”苏家主嘀咕着：“真的是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了。”家主夫人说道：“苏腾没有恋爱过，没有经验，他现在也在摸索中。他和别人又不一样，反正他在云城守着了，程庆身边不会有其他男人的，放心吧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还真急不来，总要他们俩你情我愿，婚后才能幸福。咱们家不能仗势强娶亲吧？那样不是结亲是结仇了。程家是比不得他们苏家，但程家武馆在云城那么多年，教出来的学生高徒也不少，自然也有混得很好的人物。两家若是结仇了，谁都讨不到好处，更何况他们得罪不起亲家呀。程庆没有苏腾可以再嫁，苏腾没有程庆无法再娶。老苏，咱们要不要过去一趟？苏家主看了妻子两眼，说道：“那臭小子都还没有表白，我们过去只能假装旅游的，又不能做什么事，去了也没用处呀。咱们是可以假装过去旅游，然后在亲家面前露个面，让他们知道咱们家人和善，以后能为苏腾加点分。毕竟咱们儿子是头老牛，人家程庆还是小姑娘呢，换成他们家的闺女才24岁，要嫁35岁的大叔，他们也会犹豫的。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就过去一趟，备着的厚礼也带上。那臭小子不是厚着脸皮在人家家里住着吗？我们做父母的总要多谢一下人家吧。臭小子估计也不会给他们房租钱的，这样我们送点礼品就很正常了，不会太扎眼。”家主夫人连连点头：“那行，我挑些一般般的，不算十分贵重的礼品，咱们去一趟。太贵重的礼物，怕程家人不收。”却说苏腾在挂断老父亲的电话后，他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来回转动着椅子。他要不要向程庆表白？他其实喜欢程庆，并不想当他的哥们。就他只想当他的老公。也不知道他表白后程庆会不会接受。他若是不接受，他可能就要被赶出程家，不能再住在程家了。他还挺喜欢程家的气氛，很热闹啊，一家子相亲相爱的。那苏腾的手机又响了，他以为是老父亲打来的，赶紧坐正身子，待看清楚来电显示是程庆后，他俊脸上便挂上了笑意，哪怕程庆看不到他在笑。程庆，苏腾叫喊程庆的时候，心情愉悦，程庆都不用看也知道他在笑。心情这么好，签到大单了。程庆笑着问他，是刚谈妥了一大单生意，那大单生意能带来几千万的利润。晚上我请大家出去吃饭庆祝一下。程庆笑道：“不用了，多买点菜回家里自己做，也是一样的。那去大酒店吃一餐要花不少钱，我妈得心疼，会念叨咱们年轻人就知道大手大脚。她总是说去大酒店吃一顿饭的钱用来买菜，能做出一桌子的满汉全席来。”苏腾知道程妈妈就是嘴上爱唠叨，真请她去大酒店吃饭，她老人家跑得比谁都快，还会打扮得年轻10几岁，和程庆站在一起像一对姐妹俩。她笑道：“没事，我已经对阿姨的唠叨免疫了，钱赚了就是要花的挣得多，花的潇洒一点，不要亏待自己。”从她来云城就住进了程家，一开始大家以为她只是住天的，后来她一直没有离开，
程家人也没有说什么，不过是将他当成了自家人。他做的不好时，程妈妈也会唠叨他了。哎，找我有事吗？程庆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，一般都是他打给他。苏腾便关心地问着他，以为他有事要他帮忙。程庆笑着，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的学生们念叨着你，问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玩，他们想你了。在管城的时候，苏腾请程庆和10几个学生出去玩，又请他们吃好吃的，送了他们人人一份礼物。来了云城后，只要有空，他也会去武馆看着孩子们练功，那也会请大家吃东西。小孩子们很喜欢他，只要超过3天看不到他，就念叨他。我公司里的事也处理好了，打算好好休息2天，下班后就过去看他们。哎呀，那你们想吃什么，我买过去，请大家一起吃。武馆里的人不是他的师兄弟，就是他的学生，都是他要刷好感的对象吧。相信他对程庆的宠溺，只要眼睛不瞎的都能看出来，那也就是程庆把他当成哥们了。请他们吃烧烤怎么样？好，我跟他们说，他们会开心的跳起来的。别让我妈知道，知道了又要念叨。然后给我们准备一大海碗的凉茶了。现在我家武馆的学生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呀。程庆这话说的有点酸溜溜的。苏腾没有来之前，他是武馆里最受欢迎的老师教练。苏腾一来，这家伙有超能力啊！别说涉世未深的学生们，连他的师兄弟们都跟他玩成一片，经常在他面前夸赞苏腾的好。苏腾笑道：“那是他们喜欢吃烧烤呀。”程庆其实很喜欢吃烧烤，但是家有老母亲管着，他只敢在春冬2季天气冷的时候偶尔尝尝，就是这样。被老妈知道了，也要他喝凉茶，怕他会上火，不会让阿姨知道的。又不是经常吃，烧烤经常吃也不好。那我下班了就过去吧。你晚上不用应酬？不用。程庆说道，感觉你挺清闲的，就白天上班，晚上都没有看到你出去应过酬。不是说大老总应酬很多的吗？苏腾应酬的时间都用来追妻。哦，追妻比应酬更重要。苏腾笑道，什么事都是我做完了，我底下那些人做什么？总要给他们机会的吗？我白天能回公司坐镇已经很好了，要是在管城，他10天半月都不会回1次公司。公司的大小事情基本上是交给那一批高层管理团队，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他才会回公司一趟。像他这么忙的人，哪能天天回公司呀？他又不是只管着生意上的事，他还管着很多事情的好不好？谁叫他爸早早就退居2线了呢？顶着家主之名，实际上家主的事情都由他这个少主干完了，说的好像你去上班很给别人面子似的。那公司是你的，赚到的钱也是进你的钱包，又不是你公司职员的。你若是晚上要应酬就说，不用担心回晚了进不了屋，只要你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出来给你开门的。他妈一般晚上11点左右就会将大门反锁，晚于11点回家，需要打电话叫家里人开门。真不用应酬，重要的事情我都处理好的了。苏腾赶紧说道，我都出差了这么长时间，要是还没有处理好，就是我的能力问题了。你忙吧。你先忙，我等会儿下班了就过去。我还要再上2节课，那傍晚见。傍晚见。苏腾最终没有说出他喜欢程庆的话来。在电话里也不好说，当面他又不敢说。表白咋这么难呢？他连每天送他1束玫瑰花都不敢，怕他会知道他在追求他。其实他每天都要和他相处几个小时，对他千依百顺的关怀备至，那就是他对他的感情。一般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感情。程庆说过，他初识他的时候会有点想法，相处过后就没有想法了。他说他习惯了将相处得来的男人当成哥们，对哥们又怎么会动心呢？哎，
就谁叫他就喜欢程沁，也只能喜欢程沁呀。结束通话后，苏腾也处理了些文件，却有点心不在焉的，就难以静下心来。就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的原因是什么。想了想后，他再次拿起手机打电话，这一次是打电话给苏南。他们苏家这一辈就是苏南最先结婚，如今沈小军怀孕都几个月了。虽说苏南和沈小军之间很顺利，没有半点风雨，是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。怎么说也是个已婚男士哈，有经验的。苏南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。哥，咋啦？苏南现在带着沈小军在外面兜风，战印放了他2天假，他这2天都陪着老婆。在忙。知道这个堂弟在战氏集团那是第2把手，战印因为新婚的缘故，公司几乎都是交给了苏南。苏南并不比他这个苏少主轻松。没有啊，休假。苏南说着便笑了。战印都结束了蜜月，回公司上班了。他上班，我当然要休息2天，陪陪小军。战印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，我忙得脚不沾地的，小军想吃顿火锅，我都没时间陪着他去吃呀。苏腾羡慕得到羡慕能休假的人。弟妹还好吧？挺好的，今天上午我陪他去医院做产检，宝宝发育得很好，照 B 超的时候，我站在一旁看，那宝宝都在动，他会动了。不过小军还没有感受到胎动，14周了，医生说一般16周就能感受到胎动了。苏腾想说不会动不就那啥了吗？这个堂弟说话都矛盾了。不过他也能理解，第一次当爸嘛，没有经验。那若是他和程沁结婚了，程沁怀孕，他估计也会像苏南一样的反应。那还是很长远的事，他现在连表白都还没有表白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抱得美人归，能够当爸，希望在40岁之前能当爸爸。有些人早结婚早生崽的，40出头都当爷爷了，他的愿望却是40岁之前能当爸。苏腾觉得自己才是真的晚婚晚育之人啊。哎，哥，是不是有事？苏南和堂哥的感情是好，不过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，兄弟俩呢是鲜少联系的。各有各的忙嘛。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想来是有事。苏腾有点支支吾吾的了。远在管城的苏南立即放慢车速，然后靠路边停下来。副驾驶座上的沈小军关心地问：大哥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苏南没有回答他。因为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事。哥，你别支支吾吾的，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。你这样支支吾吾的，我的胆都能被你吓破。苏腾是谁啊？苏家的少主，在管城那是神一样的存在，鲜少有苏腾办不了的事。他忽然间支支吾吾的，可不就吓着苏南了。苏南，哥有点不好意思说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咱们是兄弟，兄弟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哥，该不会是你面对着程小姐都没有反应了吧？哎，那再去看看医生呢？苏南呢，马上想到了他这位堂哥的特殊之处，以为大堂哥面对命定之女都没有反应了，那就完蛋了，他哥只能当一辈子的太监。家主伯伯该催苏腾的亲弟弟结婚生子，接他们那一房的香火了。去你的，才不是呢！你很想哥没反应吗？苏腾绿着脸骂了苏南一句。被骂了，苏南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嘻嘻的，吓死我了。原来不是，只要不是，我就放心了哈。哥，是不是你和程小姐闹矛盾了？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向我请教。你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闹的矛盾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这个我有经验，战印和海童闹矛盾的时候，都是我帮战印分析，然后建议战印怎么做的。我可是他的爱情顾问，没有我帮他，他和海童说不定已经离婚了呢。苏南自豪得很，觉得好友如今婚姻幸福，家庭美满，都是他当初当爱情顾问的功劳。
我怎么舍得和程庆闹矛盾？我恨不得把他当成祖宗供起来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哥，你倒是说呀。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你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就是不说重点，把我的心吊得半天高的，很难受的。我旁边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弟妹在，放心吧。那也没有人会听了你的隐私去。你说，苏南是真的被大堂哥磨得没了脾气。那个，你当初是怎么向弟妹表白的呀？你表白的时候，弟妹就接受了吗？有没有拒绝过你？被拒绝后，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是怎么样调整心态的？苏南，你别笑哥，哥活到现在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实在是没有经验。虽然看到过战印夫妻俩的好戏，但他们跟我不一样呀，他们是直接就领了结婚证的。苏腾觉得为了感情之事向堂弟请教，很丢脸，有损他苏家少主的形象。但他这除了问问堂弟，就不知道能问谁了。他的私事也不喜欢让别人知道，平时都是他去打听别人私事的。苏南哥，你真的让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你现在不是在追求着程小姐吗？我看你对她好得不得了，她又不是傻子，心里清楚得很的。说不定就等着哥向她表白了呢。我和小军那是顺其自然的，战印夫妻俩给我们俩牵了线，大家相互看对眼，就很自然的在一起了，双向奔赴。我没有被拒绝过，我们俩从恋爱到结婚都是顺顺利利的。哥，你不笨的，你平时和程小姐相处，她对你是什么态度？很好的话，说明她对你有意思，只是女孩子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主动说。这个时候咱们男人就要脸皮厚才行，主动去说，主动捅破了那层纸，你们俩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。我相信以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拿下程小姐不是问题。估计在程小姐的圈子里，她是没有见过像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。程庆将我当哥们，苏腾苦恼地道。他说的，他当我是哥们，还说遇到好女孩子会介绍给我认识，想帮我没呢。他要是喜欢我，怎么可能会将我推给其他女人？苏南扑哧的笑，笑完后问他哥，程小姐给你做媒了吗？他说他当你是哥们，你就真信了。就算他真的当你是哥们是朋友，关系是可以改变的。苏腾想了想后说道，他没有给我做过媒，他认识的女孩子很少，倒是我陪他去相过亲，不过每次他的相亲对象都放他鸽子，是哥让他的相亲对象放他的鸽子吧。以前的与我无关，后面几次是我搞的鬼。我苏腾的命定之女，谁敢抢我的？苏南笑道，哥，你也知道战浩宇和乔涵的是吧？战浩宇最初的策略就是千方百计想着去证明乔涵是个女人，他怎么能证明？人家乔涵女扮男装20几年，他想证明她是女人难得很，改变策略，直接表白，公开追求。无畏同性恋的传闻过的时候，估计他们俩能订婚了。大哥可以从中学学，不必去纠结程小姐当你是哥们，你顺心而行，喜欢他爱他就直接表白，告诉他，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，不想当他的哥们。若是他拒绝了你的感情，你就慢慢追呗，追妻嘛，无非就是天天送几束花，送点礼物，送豪宅豪车。他遇到困难了，你第一时间帮他，时间长了他就会心动，不就接受你。哥，你加油。希望下一次结婚的人会是你啦。苏腾也想成为下一对举行婚礼的人，但是程庆比我小了将近11岁，他会不会嫌我老？我至于他来说就属于大叔级别了，只要你丈母娘不嫌弃你老就行了。程小姐也24、25岁，不是14、15岁，你们差那么10岁8岁的，有什么人家差20几岁的，照样将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呢？苏腾想了想后说道，苏南哥明白了，谢谢你，打电话给你，果然能解决问题。
我都纠结了几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做事向来干脆利落，雷厉风行的，唯独在面对感情时，他就显得拖泥带水、犹犹豫豫的。喜欢程沁至今都还不敢表白，就可能越在乎越害怕吧。没事了，你既然休假在家，就好好陪陪弟妹，哥先忙一会儿。傍晚过去，程家武管接程沁一起回家吃饭。苏南知道大哥是住在程家的，他笑道：哥住在程家，也要和程家所有人搞好关系。你只要搞定了他们一家人，就算程小姐犹豫了，她的家人也会劝她接受大哥的。搞定老丈人和丈母娘尤其重要。那苏南在沈家就是特别受欢迎的。苏腾自信的道：程家人都很喜欢我的，程妈妈现在都不把她当外人了。她要是陪着程沁吃一次热气的东西，程妈妈就会边给她煲凉茶。那边说她完全没有了最初的客客气气。程妈妈，你都想娶我女儿了，还将你当什么外人？当女婿看待，女婿如半子吗？自家人做得不好时，他当然要说上几嘴啊。我想也是，我还是很相信大哥的。大哥加油，那就这样了。我带着小军到处兜风，开车小心点，小军有孕在身，可别伤着我的侄儿了。苏腾叮嘱一句。知道，他小心得很。当然，他也是偷偷的，带着沈小军出来兜风的。若是让他爸妈知道，得骂死他。怕他照顾不好小军，也怕他开车太快会颠着小军。小军肚里的宝宝，不仅仅是他的亲骨肉，还是苏家长辈们眼里的小祖宗。出门前，表姐还说他不要带小军在外面吃饭，说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吃，放的调料太多，吃多了不好匀。苏南呢，算是理解了爱妻的感受。她表姐将来嫁人的话，都不知道能不能融入婆家的生活呢，管得太宽。兄弟俩结束了通话。少主怎么了？沈小军在旁边听不清楚苏腾说的话，他只听到他家男人说话是与感情有关的。这家伙呀，自诩为爱情顾问，没事就是想向程小姐表白，又害怕被拒，说什么程小姐当他是哥们。好友他担心表白了，吓到程小姐，程小姐不理他。沈小军笑道：感觉你身边的优质男，只知道工作，只知道赚钱，智商高，情商低，遇到感情问题总要找你，只有你才是智商情商双商在线。那是他们都是只有智商没有情商的。我才是双商在线吧。老婆，你有眼光。自夸一番，还不忙夸一下老婆大人。沈小军笑道：我当然有眼光。海童当初跟我说要介绍你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对你有印象了。你是战印身边的得力干将吗？虽说那时候的我跟你不是一个圈子里的，对你大名也是如雷贯耳的。苏南嘻嘻的笑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。咱们俩相亲的时候貌似不太顺利的，有吗？总之啊，我很喜欢你。我也是，你的性格非常适合我。咱俩一样都是爱听八卦的人。老婆，当初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听八卦才和我在一起的呢。沈小军横了他一眼，虽然我很喜欢吃瓜，但婚姻是一辈子大事，我才不会为了吃瓜嫁给你呢。不爱就不会嫁，爱了还是两情相悦，自然就嫁了。他们俩的恋情是最顺利的，没有半点风雨，也没有情敌。两家长辈知道他们在一起后，都是很开心的，特别是苏家的长辈，对沈小军喜欢的不得了。提亲的时候，在沈家不停地夸赞着沈小军，说苏南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好。苏家长辈差点就想贴钱，将苏南嫁给沈小军的了。开车呀，我想去湖边，带我去那里转一圈。很快天就要黑了，回家晚了又得被你表姐念叨。沈小军也知道表姐是关心他，以前对他或许还有点嫌弃，
就觉得她配不上苏南。相处时间长了，又经小军的婆婆语言教育了一番，身为苏家营养师的表姐，对沈小军的态度好转。因为疼爱着苏南这个表弟，营养师最终也是爱屋及乌，真心接纳了沈小军。只是呢，那爱唠叨的性子改不了。苏太太跟儿媳妇谈过，说自己娘家侄女儿就那副德行，人是没有什么坏心眼的，请求儿媳妇要多担待一下。苏南笑道：“咱们晚一点再回去。”表姐一般晚上9点左右就休息的了，她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，我们晚一点回去能完美的避开她。就不用听她的这唠叨。我妈说过她几次之后，她现在唠叨的也少了。她表姐爱唠叨，又爱管得宽的性子真的改不了。一开始我还是很讨厌听到她唠叨的，现在习惯了也没啥。她以前是瞧不起我，现在倒是真心为了我好。我嘴巴馋，能吃的不能吃的都要吃。若是没有她管着我的嘴，我吃一大堆垃圾食品，对咱们宝宝也不好。那沈小军摸了摸自己微隆的小腹，怀孕14周左右吧，有时候呢，她都感觉腹中胎儿在动，就是不明显，总会让她以为是错觉。她怀孕比海童早，海童现在孕2个月左右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过啊，什么东西都别吃太多。苏南边开车边说道：“今晚还想吃火锅吗？”沈小军说道：“不想了，想吃的东西变得很快的。那段时间是真的很想吃火锅，你带我去吃了一顿后，现在就不想吃了。”苏南笑：“想吃什么跟我说就行。”他是变得很快，有时候想吃的水果都不是这个季节会有的，他想吃，他要跑遍全城的水果店才能买到，而且买到的都是反季节的，只给他尝尝味道，过瘾就好，不让他多吃。有时候他会突然说想咬他几口，然后他就给他咬，他还真的咬他的手臂，他一边手臂被他咬了好几次。怀孕的女人真的一天一个心情，一天一个想法，变化莫测呀。私底下苏南问过战印，海童怀孕后有没有想咬战印的手臂。战印当天晚上洗完澡后，就赤着上身在老婆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搞得海童还以为他家男人想色诱他呢。结果战印问他想不想咬他的手臂，哇，海童当时都懵了，傻傻的看着战印的手臂，还伸手捏了捏他手臂上的肌肉，说他又不属狗的呀，干嘛要咬他的手臂呀？战印跟他说沈小军时不时就说想咬苏南的手臂，苏南私底下问他的，就他只想啃鸡腿，不想啃手臂。苏南夫妻俩的甜蜜生活，苏腾是羡慕的，他也希望他和程沁的将来像堂弟夫妻俩那样幸福甜美啊。在结束和堂弟的通话后，苏腾陷入了沉思，那他到底要不要直接表白呀？哇，要不等会儿就买束花送给程沁，他就怕程沁收到花束后嫌弃他送的花束不能吃，浪费钱。纠结了几分钟后，苏腾最终还是打了内线电话给他在这边公司的秘书，吩咐着秘书，我想要1束玫瑰花，你现在出去帮我买回来，我下班后要带走的。秘书接到这个任务，那没有半点的意外啊。苏腾对程沁的喜欢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也就程小姐身在其中，还没有意识到而已。不用问也知道苏总要的。玫瑰花束是要送给程小姐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花店帮苏总买1束玫瑰花回来，保证不会耽误苏总的事。苏腾俊脸微红，却又淡定地了一声，他很少做这样的事。总有点不好意思的，他不是第一次送花给女孩子，那段时间他假装追求商小飞的时候，就3天2头给商小飞送花，哪怕很多时候都是让花店的人帮他送过去，但他也亲自送过的。
可能是他对商小飞没有感觉吧。他送花给商小飞时不会觉得丢脸，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就他只知道他在演戏。但程沁不一样啊，程沁是他真心想娶的女孩子，是要相伴一生的。他紧张，他慎重，送花给程沁意义也不一样，感受就不同，他会觉得害羞，脸就红了。好在办公室里就他一人，没有人看到他的脸红。秘书是云城本地人，知道哪里有花店，哪家花店的花更漂亮一点。他很快就帮苏腾买回了一大束的玫瑰花。抱着大束玫瑰花回来时，秘书成了公司里的焦点。他走过，大家都会多看他2眼。秘书若无其事地抱着花束，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，抬手敲了敲门，进来。苏腾处理完了几份最重要的文件，就开始收拾着办公桌，自顾自地整理一下西装外套以及领带，务必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程密的面前。秘书抱着花束推门而入，苏总，你要的花束买回来了呀。苏腾暂停工作，抬头看着秘书。秘书抱着花束走过来，帮我放在那边的茶几上吧。好。秘书抱着花束转身走开，走到沙发前，轻轻地将那束花放在了茶几上，站直身子望向苏腾，问道：苏总还有什么吩咐？暂时没有了，你去做事吧。好，那我去做事了。秘书见苏腾低头处理着文件了，便退出了办公室。苏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作，然后他关上了电脑，拿起了手机和车钥匙。车子是他新买的，为了方便带着程沁出去兜风。走过去，苏腾拿起那束玫瑰花，审视了片刻后，觉得比他以前随便买给商小飞的花束要漂亮。下次他亲自去买花了。只买一束花够不够？苏腾记得苏南平时经常给沈小军送花束，还有珠宝，但是他现在送珠宝给程沁肯定不合适，程沁也不会收他的。他还想送豪宅、送豪车给程沁呢，但要程沁肯收才行呀。先试试水吧，苏腾自言自语着，想着先送束花看看程沁的反应。要是程沁很开心地收下了，他再慢慢地变换礼物吧，一步一步来吧。虽然他和父母都很心急，很想早点将程沁娶回家，但心急吃不了豆腐的。苏腾抱着那束花走出了办公室。苏总，我下班了，晚上只要天没他都别给我打电话，就不要影响到他和程沁培养感情啊。工作再重要，都重要不过他的人生大事。主要是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分手了还可以再找一个，他要是追不到程沁，就只能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好，秘书早就知道苏总晚上要陪程小姐，他有幸见过几次程小姐，也看到了苏总对程沁的宠溺，就是程小姐对苏总似乎还没有感情。看苏总特意请他帮忙买了束花，应该是向程小姐表白吧。苏腾心情愉悦地走了。数分钟后，他开着车驶出了公司，去给程沁和那些孩子们买烧烤，打包了很多烧烤，又给孩子们买了很多零食，最后呢，再买了几箱菊花茶。程妈妈老是担心他们吃了烧烤会上火，那就给大家买几箱凉茶了。当然还是不能让程妈妈知道，知道了，她和程沁能被念到耳朵都掉。外面天气很冷啊，云城和管城不一样，现在是农历11月了，管城也有几天是冷的，但现在气温又回暖，白天穿一件秋衣就行，有些人甚至穿着短袖，在云城却要穿得像只粽子似的。在办公室里开着暖气，苏腾感觉不算冷。等他出来后，下车给孩子们买东西，北风吹来，他都忍不住缩了缩。1个小时后，苏腾才到了程家武馆。天已经黑了，其实时间还早的。
只是冬季日短夜长，黑得快。程庆带的那班化古龙刚好下课，苏叔叔来了。有个小朋友看到了苏腾的车，叫喊了一声，然后那班化古龙一窝蜂地涌了出来。别跑出来，外面风大。苏腾笑着叫喊，但大家还是跑了出来。他便将买过来的几大袋零食交给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提进武馆，打包过来的烧烤则交给略小的孩子，让他们拿进去。程庆拿着一件厚大衣，边披着边走出来，看到苏腾就笑道：“你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是武馆里最受欢迎的人，你来了之后，你最受欢迎了。”程哥哥跟着出来，他接过妹妹的话：“你那么抠门，要是像苏腾这样大方，每次过来都请全武馆的人吃东西，保证大家又会像以前那样最喜欢你。不是我抠门，我就那么点钱，能请大家吃几次？苏腾是开大公司的大老总，我才不跟苏腾抢这个最受欢迎了，是要用钱砸的。”程庆说完后，忽然说道：“好像下雪了。”程哥哥看了看天空，貌似是下雪了。下雪有什么奇怪的？入冬后，隔三差五就下雪，正常的很。大哥，来，这几箱菊花茶给你吧，买了烧烤过来，怕大家吃了会上火。就买了几箱菊花茶。苏腾搬下了那几箱菊花茶，不客气的就使唤起程大哥。程大哥上前往他的车上瞄了两眼，看到了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束花。程大哥眸子闪烁，却没有说什么。苏腾在他们程家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家子对苏腾的性格，那为人也摸清楚了。苏腾有着冷狠的一面，也有着温和的一面。那冷狠的一面，从来没有在程家人面前展现过，但程家人都看得出来，他绝非表面这般温润如玉啊。大集团的大老板，在商界摸爬打滚10几年，怎么可能是个温润如玉的人？程家人是觉得他在良知这方面还算有底线，不会做违法伤人的事。加上他嘴甜，哄得程家两老越来越喜欢他。他对程庆的目的，程家人便都是心照不宣，由着两人自由发展。就是苏腾年纪大了点儿，这让程家人心里多少有点介意。那程妈妈最近经常熬补汤给苏腾喝，打着养好苏腾的身体，让苏腾能够长命百岁，才能陪着程庆到底。苏腾不知道程妈妈每天熬补汤给他喝的真正用意。苏腾，你被我妈感染了，吃点烧烤还怕上火？看看这是什么天气，北风吹，下雪，冷死了，还怕上火？咱们这里的人跟你们管城不一样，我们天天吃辣椒都不会上火，你们管城人吃点辣的油炸的东西就说上火的。苏腾笑道：习惯性，在云城我也觉得怎么吃都不觉得热气。气候问题，云城冷，孩子们估计都不会要吧。程大哥说了几句后，便搬着那几箱菊花茶进了武馆。武馆里有暖气，孩子们练武的时候都是穿着武馆统一发的服装，不会太厚了，会显得笨拙，练起武来就不方便了。还有菊花茶，需要的就过来自己拿。程大哥将那几箱菊花茶往地上一放，扬声对大家说道：大教练，我要1瓶，给我拿1瓶过来吗？我也要。大家吃着烧烤，也想喝水，有菊花茶正好。